你好，我是阿素。在上一集裡，我們聊到了人類刻在基因裡对真正的親密關係的渴望，那是我們對抗孤獨唯一的解藥。那麼今天，我們就要迎來那個最讓人心跳加速，也最讓人困惑的問題：你為什麼會偏偏喜歡上那個人？你喜歡上一個人，真的是緣分嗎？你有沒有過這種感覺？周圍明明有很多人，但某一天，當他突然出現在你的視線裡，你的心跳就是漏了一拍。那種感覺來得那麼不由自主，好像命中注定你们就應該相遇。我們總喜歡把這種心動叫做緣分，但如果今天阿素要用社會心理學神作親密關係裡的硬核科學，殘忍地剝開愛情的面紗，告訴你，你當初死心塌地喜歡上他，背後其實是一套早就被大腦寫好的精密規律。你會不會覺得愛情少了一點浪漫？別擔心，我覺得恰恰相反。因為當你真正理解了吸引力的底層邏輯，你就能徹底看清3件事：為什麼你總是被某一類渣男或渣女吸引？為什麼有些人條件再好，但你就是沒感覺？而網絡上聊得水乳交融的人，為什麼一見面往往會見光死？歡迎來到《親密關係全書》深度解說第2章：吸引力的秘密，我們為什麼會喜歡上一個人？這一集，阿素陪你一起看穿愛情最初的謊言與真相。吸引力的第一個秘密：臨近性。你身邊有沒有這樣的經歷？室友變成了最好的朋友，同事變成了戀人，鄰居變成了伴侶。這不是巧合。書裡告訴我們，影響吸引力最基本的因素之一就是臨近性，也就是你們在物理空間上有多近。研究發現，我們更容易喜歡上那些經常出現在我們生活裡的人，不是因為他們特別優秀，也不是因為命運的安排，而僅僅是因為我們見到他們的次數足夠多。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曝光效應，意思是一個人或者一件事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次數越多，我們對他的好感度就越高。這是人類大腦的一種自動反應，熟悉感會帶來安全感，而安全感會被我們的大腦解讀為喜歡。你有沒有過這種經歷？一開始覺得某個人沒什麼特別的，但接觸多了，突然有一天發現自己開始在意他了。這不是你日久生情那麼簡單，這是曝光效應在悄悄起作用。就像很多在海外生活的華人，或者遠離家鄉在異地打拼的年輕人，因為圈子小，我們往往會在最孤獨的時候，對身邊那個唯一能經常看到的人產生依賴。這不是因為他多完美，僅僅是因為熟悉帶來了安全感。但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前提，臨近性只在對方給你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中性或者正面的時候才有效。如果你一開始就覺得這個人讓你不舒服，見面次數越多，反而會讓你越來越討厭他。這個發現對我們理解現代網絡交友也很有啟發。網絡上認識一個人，文字和照片可以精心篩選，但那種真實的日常的臨近感是缺失的。所以很多人網戀的時候感情升溫很快，見面之後反而覺得不是那個感覺，因為他們喜歡上的是一個經過包裝的形象，而不是一個真實的會出現在你日常生活裡的人。吸引力的第2個秘密：外表。好，我們來聊一個大家都知道，但不太好意思承認的事：外表真的很重要。書裡的研究非常直接，在所有影響吸引力的因素裡，外表的影響是最快速、最廣泛，也最難被理性覆蓋的。在我們還沒有和一個人說上一句話之前，大腦已經根據他的外表做出了一系列判斷。更讓人不安的是，研究發現，外表好看的人在生活裡會得到更多的優待。他們更容易被認為是聰明的、善良的、有能力的，甚至在犯了錯誤之後也更容易被原諒。心理學上把這個現象叫做光環效應。一個人在某一方面讓我們覺得好，我們就會自動假設他在其他方面也好。但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發現，可能會讓你鬆一口氣，那就是外表的吸引力是有市場之分的。書裡說，人們在擇偶的時候，往往傾向於選擇和自己吸引力水平相當的人。也就是說，大多數人不會真的去追求那個完美的、遙不可及的人，而是會在心裡做一個現實的評估，然後去追求那個讓自己感到我們是般配的人。而且，隨着了解的深入，外表的影響會慢慢降低。一個你覺得普通的人，當你發現他有趣、善良、真誠，他在你眼裡會變得越來越好看。反過來，
一個一開始讓你心動的外表，也會因為他的自私和冷漠，慢慢在你眼裡變得不再吸引你。外表是一扇門，但關係最終靠的是門裡面的東西。吸引力的第三個秘密，相似性。你有沒有聽過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這句話？書裡的研究告訴我們，這句話是真的。我們更容易被和自己相似的人吸引，相似的價值觀，相似的興趣愛好，相似的人生觀，甚至相似的成長背景。為什麼？因為相似性給我們一種被認同的感覺。當一個人和你有同樣的想法，同樣的喜好，你會感到他懂我，而這種被理解的感覺是人類最渴望的體驗之一。但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誤區，很多人以為相反相吸，覺得兩個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在一起會更有趣，會互相補充。書裡的研究卻發現，這種互補的吸引力在短期內可能會存在，但從長期來看，價值觀和核心信念上的差異，往往是關係裡最難調和的矛盾來源。你可以喜歡安靜，他可以喜歡熱鬧，這種差異可以互補。但如果你覺得家庭是最重要的，他覺得個人自由高於一切，這種價值觀上的根本差異，遲早會成為兩個人之間最深的裂縫。相似性不是說你們要一模一樣，而是說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，你們要站在同一邊。吸引力的第四個秘密，相互性。這個秘密可能是最簡單也最容易被低估的一個。我們更容易喜歡上那些喜歡我們的人。聽起來很顯而易見，但它背後的心理機制值得我們認真想一想。當一個人對我們表達好感，我們會感到被重視、被珍惜。這種感覺會提升我們對他的好感度，同時也會提升我們的自我價值感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欲擒故縱在短期內有時候會有效。當一個人對我們若即若離，我們反而會更在意他。但書裡的研究告訴我們，這種策略從長期來看是有害的。建立在追逐基礎上的吸引力，往往在追到之後就開始消退，因為那種被激活的只是好奇心和征服欲，而不是真正的情感連接。真正健康的吸引力是雙向的、透明的。我喜歡你，你也喜歡我，我們都知道，然後一起往前走。了解了吸引力的4個秘密之後，現在我們來看一看網絡時代的吸引力。我們這一代人有一種前所未有的體驗，在真正見到一個人之前，已經對他產生了感情。網絡交友改變了吸引力運作的方式。在交友軟件上，我們先看照片，再看個人簡介，然後決定要不要開始聊天。這個過程把第一印象壓縮到了幾秒鐘之內，而且幾乎完全依賴外表。研究發現，這種篩選方式讓人們在擇偶時變得更加挑剔，也更加膚淺。我們開始習慣在幾秒鐘內對一個人做出判斷，卻忘了真實的吸引力往往是在日常的相處中慢慢建立起來的。另一個問題是，網絡上的自我呈現幾乎都是經過篩選和美化的。我們展示最好的照片，寫最有趣的自我介紹，聊天時可以反覆修改措辭。這導致很多人在網上建立起來的好感，見面之後無法延續，因為真實的那個人和網絡上的那個形象之間有太大的落差。這不是說網絡交友不好，而是說我們需要對它有清醒的認識。網絡可以幫助我們遇見更多的人，但真正的吸引力和真正的連接，需要在真實的生活裡去建立和檢驗。我們來看一個書裡很多人都會覺得熟悉的故事。小慧在一個交友軟件上認識了阿杰，他的照片很好看，個人簡介寫得很有趣，聊天的時候幽默風趣，總是能說到他心裡去。2個人聊了1個月，小慧已經覺得自己喜歡上他了。見面那天，小慧很期待，但見面之後，她說不清楚哪裡不對，她本人和照片有一點差距。聊天的時候不如網上那麼流暢，有幾次陷入了沉默，她感到有點尷尬。他開始懷疑自己，是我要求太高了嗎？還是他根本就不是我想象中的那個人？其實這2個問題的答案都不是。真正的原因是，他喜歡上的是一個在最佳狀態下呈現的阿杰，而不是一個真實的、會有沉默、會有小缺點的阿杰。這不是阿杰的錯，也不是小慧的錯。這是網絡交友在吸引力這件事上給我們制造的一個常見的誤解。真實的吸引力需要真實的接觸才能確認。回到我們開頭的問題，你喜歡上一個人，
真的是緣分嗎？是，也不是。緣分的背後有臨近性，你們的生活軌跡產生了交集。有外表，第一眼的感覺讓你沒有關上那扇門。有相似性，你們在某些重要的事情上找到了共鳴。有相互性，你感受到了他對你的在意。但這不是說吸引力是可以被完全計算和控制的，它只是說，當你理解了這些規律，你可以開始更清醒地看待自己的感情。哪些是真實的連接，哪些只是因為熟悉，因為外表，因為對方恰好出現在你最需要人的時候。就像親密關係書裡說的，外表是一扇門，但關係最終靠的是門裡面的東西。吸引力是關係的起點，但它不等於愛，更不等於合適。聽到這裡，你可能會覺得，只要我們避開網絡交友的陷阱，看清這4個秘密，就能在現實裡找到對的人，對嗎？可惜，人類的大腦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自私，也更容易犯錯。你有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痛苦？剛在一起時，你覺得他是個情緒穩定、體貼完美的伴侶，可過了幾個月，你突然發現他自私、冷漠，甚至不可理喻。你開始憤怒地質問：你變了，你以前不是這樣的。但阿素要在這一集的最後，給你留下一個讓人細思極恐的問題：他真的變了嗎？還是從一開始，你愛上的就不是真實的他，而只是你的大腦根據第一印象，一廂情願幻想出來的一個完美假象？為什麼我們總是會掉進這種後來讓我後悔萬分的認知陷阱裡？下一集，我們會迎來全書最硬核，也最能幫你避坑的章節——社會認知。阿素會帶你一起解密，我們在戀愛初期究竟是如何親手把自己騙進一段錯誤的感情裡的。別忘了關注阿素讀書，打開小鈴鐺，讓我們在文字的溫度裡陪自己完成這場關於幸福的自我救贖。我們下一集見。